这是一部连鬼看了都害怕的电影。邪灵的每次出场都会让你的肾上腺素狂飙，恐怖程度堪比禁片，轻松碾压上期解说的女巫诅咒。它就是2006年的泰国恐怖片《凶案还魂》。注意看这个相貌平平的女孩，名叫小婷，是表演系的一名大学生，和其他演员一样，希望自己能一夜成名，经常向父亲展示她的基本功。这诡异的笑声引起警察的注意，邀请他扮演凶杀案的女性受害者，以此来还原案发现场，协助警方破案。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，小婷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。没想到凭借自己精湛的演技一炮而红，把受害者当时的绝望演绎得淋漓尽致，让观众以为这就是真实的案发现场，冲上前将嫌疑人暴打了一顿。警察见状立即上前制止。表演结束后，小婷偷偷来到神龛前，给死者点上一炷香，祈求得到他们的原谅。谁知下一秒，死者的鬼魂真的出现在眼前。虽然他是在帮死者沉冤昭雪，但这份工作多少有点亵渎亡灵，因此每次表演结束后，他都会返回案发现场上香跪拜。幸运的是，大多数冤魂都在感谢他的帮忙。经过这段时间的表演，小婷终于登上了头条，一夜之间收获了大量粉丝。这天，小婷正在看电视时，无意间发现泰国名模失踪的新闻。虽然警方找到了受害者的身体组织，但依然没查到任何有用的线索。前不久，3名警察在宾馆巡逻时，无意间在浴缸里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，受害者被大卸8块，用塑料布牢牢包裹。下一秒，手臂突然动了一下。转眼间一切又恢复正常，随后他们在浴缸里发现了一块人体组织，确定死者正是失踪的大美。根据现场调查，把小帅锁定成第一嫌疑人，并对他进行了逮捕。小婷得知此事后兴奋不已，认为这是他一夜爆红的最佳时机。遗憾的是，警方拒绝了他的请求，决定让一位女警员进行演出。小婷很是失落，祈求大美给她一次表演的机会。这时一阵阴风袭来，仿佛大美感受到她的诚意。很快女警那边就发生了意外，刚来到卫生间就感到后背发凉，下一秒小美的鬼魂就站在她的身后。就这样，小婷顺利得到了这次机会。为了100%还原大美的姿态，她开始收集资料，从电视上模仿对方的语气和动作。可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，小婷总感觉气质上还差点意思。就在她不知所措时，大美的鬼魂突然出现。注意看，女孩正在模仿死人跳舞时，突然被一只鬼手抓住。发现是大美在背后帮助自己，他赶紧向对方承诺，一定会努力表演，帮他查出幕后真凶。为了找到更真实的感觉，小婷直接来到汽车旅店，走进大美惨死的浴室。狭小的空间里弥漫着各种恐惧，仿佛有无数只恶魔在四处游荡。当小婷踏进浴缸的瞬间，就感受到强烈的死亡气息，下一秒突然被一把尖刀划过脖子，紧接着让她感受到千刀万剐般的疼痛。小婷被吓坏了，赶紧跑出房间，不料刚来到走廊就被几十只冤魂团团围住，仿佛在向他诉说自己的凄惨遭遇，其中就有惨死的大美。他告诉小婷，杀害自己的人并不是小帅。下一秒，小婷从浴缸中惊醒，原来只是一场噩梦。经过再三思考后，他还是给大壮打去电话，询问他警方是否冤枉了小帅。大壮一脸自信地说道：“现在证据确凿，不可能出现差错。”不料话音刚落，就被啪啪打脸。胆小的朋友赶紧打出999护体。第二天，小婷打扮成大美的模样，准备用最好的状态还原案发经过。在各路记者的见证下，小婷很快进入状态，无意间发现大美的鬼魂出现在身后，不断的提醒她小帅并不是凶手。就在她疑惑时，突然被大美附身，一脸深情的走到小帅面前，当着众人的面上演了一场人鬼情未了，将凶杀现场变成了浪漫邂逅。好在大壮及时出现，才成功将两人分开。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，小婷找到一位神婆帮忙。就在两人交谈时，小婷再次被大美附身，控制她在纸上画出凶手的模样。随后，小婷从警方那里得知，这个女人正是整形医生翠花，很早以前就是大美最好的闺蜜。为了查出真相，小婷立马找到翠花，随后从她口中得知，大美成名前只是一个普通的舞女，为了让她一夜成名，翠花不惜付出一切代价，开始帮她整容，最后终于让她当选了泰国小姐。可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大美成名后却将她狠心抛弃，和小帅鬼混到了一起。翠花挽留无果后，一气之下将大美残忍杀害，然后将其拖到旅店进行分尸，最后再把小帅的打火机留在现场，将凶杀案嫁祸给小帅。得知真相后，小婷被吓得菊花一紧，只想尽快离开这里。可翠花怎么会放过他？举起手中的尖刀就要杀人灭口。幸好大壮及时赶到，将翠花一枪击毙。可当他来到小婷面前，却看到一张恐怖的鬼脸。这时剧情来了一个惊天反转，原来之前的一切都是在拍电影，真正的高潮部分才刚刚开始。
现实中大美的凶杀案已经结案，为了趁大明星的热度，导演把它拍成了恐怖片。但大美帝家人对他们的改编很是不满，因为大美根本不会跳舞，却被他们塑造成一名传统舞者，导致在他们拍摄过程中不断发生怪事。饰演小婷的演员是当红明星小梅。这天拍戏时，小婷刚进入状态就突然晕厥，好像被鬼附身一般，在地上不停抽搐。拍摄结束后，导演赶紧找到助理，表示现场总是有不干净的东西，希望他尽快处理一下。下班后，助理拎着一些贡品回到现场，在角落放上倒头饭，开始上香祷告，祈求小鬼不要再骚扰他们。恐怖的是，当他转身离开时，身后却出现一双鬼手。没过多久，助理就惨死在了浴缸里，因此接下来的剧情只能暂停拍摄。小梅被整得一头雾水，赶紧找翠花了解情况，这才从她口中得知，自从拍摄开始，剧组就经常发生怪事，而且大多数都发生在小梅身上。比如在拍摄大美教她跳舞的那段时，小梅就像被鬼附身一样非常抗拒，然后闭上眼睛独自在房间内翩翩起舞，下一秒突然大叫一声，口吐白沫，躺在地上不停的抽搐。助理见状赶紧拿出护身符驱邪，结果并无卵用，直到导演摘下她头上的皇冠才恢复正常。为了掩盖真相，导演谎称这是小梅的羊癫疯犯了，希望在场的人替她保守秘密。小梅听后被彻底震惊，她根本没得羊癫疯，这明摆着就是闹鬼。与此同时，导演这边也遇到了怪事，在他们整理素材时，发现很多镜头里都出现过大美的鬼魂，这诡异的画面连后期特效都省得做了，就连导演也没想到，他们居然真的拍到了鬼。这时一旁的电话突然响起，剪辑师接听后离开了房间，下一秒一阵阴风袭来，墙壁上映出大美跳舞的影子。当剪辑师再次返回时，发现导演已经变成了一具黑干尸。另一边，小梅准备回家时，居然在走廊里接到导演的死亡来电。下一秒，大美的鬼魂出现在身后。小梅被吓尿了，赶紧跑回房间，听到外面没动静后，又通过猫眼好奇地向外望去。小梅奋力挣脱，赶紧跑到阳台，不料又被一只鬼手搂住，一把拽到了楼下。这时房间里的闹钟响起，原来又是一场噩梦。为了缓解情绪，小梅赶紧跑进卫生间，无意间听到镜子里传来诡异的声响。下一秒，电影里的自己出现在眼前，对她露出一脸邪笑。小梅再次被噩梦惊醒，原来是一场梦中梦。可诡异的是，她嘴上竟涂满了口红，难道自己真的被鬼附身了吗？为了摆脱身上的污秽，小梅直接跑到大美墓地，祈求她放过自己，早日安息。可她还是太天真了，刚来到地下停车场，周围就传来诡异的歌声，小梅被吓坏了，赶紧跑进电梯。这时一个鬼影从身后闪过。镜头一转，小梅穿着华丽的服装出现在大街上，向众人展示了一段优美的舞蹈。就在她一脸陶醉时，突然被闪光灯照回现实，小梅一脸懵逼的愣在原地，完全记不起刚才发生了什么。为了弄清这些灵异事件，小梅给副导演打去电话，问他拍摄前都发生过哪些怪事。谁知副导演刚一开口就被一阵嘈杂声打断，男人惊慌地望向窗外，看到一个鬼舞者向他缓缓走来。没过多久，小梅来到办公室，发现房间内空无一人，只有一台电脑还处于开机状态，而且上面有一封副导演准备发给自己的邮件，里面正是剧组开机前祭拜的画面。当时所有人都在跪地祈祷，只有小梅一个人在房间内四处游荡，无意间在里面看到大美生前戴过的皇冠。可当两者触碰的瞬间，突然被一股神力贯穿全身，被附身后，小梅开始在房间里翩翩起舞。这时编剧正好走进房间，小梅慢慢的转过头，露出一副凶神恶煞的表情。编剧被吓坏了，赶紧叫人帮忙。没想到被附身的小梅力大如牛，10几个壮汉都无法将其制服，直到取下她头上的皇冠才安静下来。发生如此诡异的事，按理说应该将头冠立即销毁，可导演不但不同意，还要求编剧多插入一些舞蹈戏，以此来提高影片的看点。原来头冠并不是他们制作的道具，而是一个陌生人特意送来的。可他们并不知这正是大美生前的头冠，上面积攒了她所有怨恨。这一刻，小梅终于明白，原来她才是所有怪事的源头。得知真相后，小梅赶紧跑到道具室，准备毁掉这个不祥之物。结果发现头冠已经被他们锁了起来。就在她努力撬锁时，突然看到一个鬼影向她缓缓走来。小梅被吓坏了，发出凄惨的好在最后一刻用铁钳打碎了玻璃。女鬼消失后，小梅捡起地上的头冠，赶紧跑出了房间。可当她开车时，女鬼再次现身。小梅颤抖着望向后视镜，竟看到一双鬼手亲自给她戴上了皇冠。镜头一转，小梅被带到一处荒废的老宅。走进房间后，发现里面贴满了小梅的照片。通过墙上的报纸和合影发现，原来此人正是她的铁粉阿凤，之前也是一位优秀的传统舞者。虽然长相和她二叔有些相似，但她也有一颗明星梦。为了像小梅一样漂亮，她开始整容。可由于资金问题，
只能找一些黑诊所进行后期改造。不幸的是，在他即将成功时，却发生了医疗事故，将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手术台上。为了掩盖真相，医生偷偷把尸体扔入河中。一切真相大白后，小梅立马报了警，成功把凤姐的尸体打捞上来，让她的灵魂得到安息。本以为一切事情到此结束，可她还是低估了粉丝的力量。这天，小梅正在化妆时，镜子里突然伸出一双鬼手，紧接着一个全身腐烂的凤姐爬到她面前，表示她真正的目的不是复仇，而是替罪。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打造一个全新的黑凤妹。一个字，绝。